匈牙利同意了瑞典加入北约，这对乌克兰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瑞典有可能会向其援助 JS-39鹰狮战机，它比 F-16更适合乌克兰。反过来，俄罗斯就难受了，痛失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波罗的海舰队再想经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厄勒海峡进入北海、进入大西洋或北冰洋就难了。为此，普京不得不签署法令，重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大军区，并要求在3年内将武装部队人数扩建到150万，做好了与乌克兰乃至北约长期对抗的准备。下面请看详细报道和分析。当地时间2月26日，匈牙利国会以188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批准了关于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的议案。自此，瑞典入约再无阻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外宣称，瑞典加入北约将加强匈牙利的安全。等瑞典完全融入北约防御体系后，就能进一步强化北约在波罗的海的防御态势。即便与俄罗斯爆发军事冲突，北约也能通过把控波罗的海的关键航道，或经海路增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3国等方法来与俄军周旋。而现在，瑞典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对目前的乌克兰是非常好的消息。去年6月份，瑞典政府未雨绸缪般在第11批对乌军事援助中，包含了对乌克兰飞行员进行 JS-39鹰狮计划的培训。现在培训结束，瑞典武装部队正在就能否立即向乌克兰提供鹰狮战机进行调查。虽然结果没有透露，但已有很多迹象表明，瑞典有可能要援助一个中队，大约为12到18架的鹰狮战机。如萨博公司宣称，该公司拥有一批现有配件，送往乌克兰的鹰狮可以得到较好的维护保养。又或是萨博防务销售总监米凯尔·弗兰岑表示，乌克兰飞行员已经完成鹰狮计划的入门培训，瑞典政府将很快做出是否援助战机决定。不出意外的话，鹰狮会成为第2种援乌战机。为什么说鹰狮比 F-16更适合乌克兰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乌克兰是急需先进战机的。乌军与俄军的战机，无论是在实力上还是数量上，都有不小的差距。具体能到什么程度呢？据俄乌战争爆发前的数据显示，俄军曾拥有一支可以出动数百架米格战机与苏霍伊战机的空军。反观乌克兰，在战争爆发前仅有69架战机。两者之间的战机数量比达到了惊人的10:1。同时，在质量上，俄空天军的战机拥有导弹与战机雷达、空中预警以及指挥控制战机等明显优势，再配上完善的地面防空设施作为支撑，双方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这才导致乌克兰从战争爆发后就一直请求援助先进战机，且这是已经发展成乌克兰扭转战局所必须的资源。好在乌克兰有了收获。据悉 F-16战机预计将在6月甚至5月正式出现在战场上，而非之前提到的现身乌克兰。等乌克兰拥有了比俄罗斯更先进且数量更多的战机后，将会更轻易地压制俄军的各种防空设施，且在清除掉其防空设施后，还能执行近距离支援任务，对俄军的坦克部队、炮兵、步兵以及舰船等军事目标进行有效打击，进而扭转战局。回到谁更适合乌克兰话题上，火力军认为是鹰狮战机。F-16虽然是在实战中击落苏式战机最多的一种机型，但它却是一款为优质跑道而专门设计的战机。可如今的乌克兰境内的机场跑道，由于遭受俄空天军的袭击，大都已被摧毁。F-16并不十分适合乌克兰，就是不知道 F-16会不会部署到境外，像舒热夫机场就很不错。当然，如果硬要在乌境内起降 F-16作战，也不是不行，只是会成倍增加 F-16的维护费用，且要安排达标的支持设备。以目前乌克兰的现状，存在一定的困难，而鹰狮战机就没这种忧虑。瑞典可以提供的鹰狮型号为 CD 2种，其由于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战时机场损毁、怎么在野战机场或丛林中作战问题，因此采用了大量复合材料，最大起飞重量14吨。同时采用 F404 发动机，可靠性强，再加上单发设计，油耗低，几乎可以随时随地起飞。凭借小巧机体和电子战装备，在空中具有强大的战场生存能力，如其拥有对120公里外空中目标探测能力，同时可以携带 AIM-120 中距弹、AIM-9L 格斗弹，战斗力丝毫不弱于 F-16。
在后勤方面，它不仅可以完美融入美国后勤保障体系，而且它的全套标准维护和后勤设备可以装入一个6米左右的集装箱内，轻易就能用卡车送至乌克兰境内。在培训后的乌地勤小队支持下，就能实现在公路、野战机场等场地起降，实现制空作战、反舰作战，能执行侦察、电子干扰等任务，对付俄军的苏27都不是问题。当然，瑞典援乌鹰狮战机是有条件的。瑞典现役的94架鹰狮 CD 型号正准备以更多的 EF 型号进行替换，这也是前面火力军为什么说会援助鹰狮 CD 型号的原因。不过时间要过渡到2030年，因此短期内向乌克兰提供的数量可能不多。但如果美国能够提供安全保证，比如向瑞典提供 F-35等战机进行替换，那么瑞典将义无反顾拿出现役鹰狮战机援助乌克兰，甚至还能和美国一起向曾经的出借或出售国家进行协商，进而调配更多数量的鹰狮战机，如捷克、匈牙利、南非、泰国、巴西等。总而言之，或许鹰狮战机确实比乌克兰一直念叨的 F-16更加合适。除了鹰狮和 F-16外，第3种可能援助的战机很可能会是法国制造的幻象2000。因为2月25日时，泽连斯基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接收法国幻象2000战机的可行性谈判正在进行中。虽然尚不清楚双方具体讨论的是哪款型号的幻象2000，但有不少人觉得会是对地能力优化过的幻象2000D， 以及针对防空进行优化的幻象2000C。C 版本虽然很老，法国空军也在2022年就退役了全部的幻象2000C， 但其维护的好啊。一位法国官员在去年曾透露称，可以转让13架老旧但保存良好的幻象2000C， 其可以发射米卡中距空空导弹，就是可惜不能发射斯卡普 EG 空射巡航导弹。D 版本则比较新，具备所有必要的对地攻击设备，并整合了美法制的常规对地武器发射界面，能发射包括斯卡普 EG 导弹在内的多种导弹，也能在配备激光制导夹舱下使用美制导引炸弹进行攻击。到了乌克兰，能承担对地支援、打击角色。目前，法国空军拥有86架幻影2000D， 并正在对其中的48架进行升级。至于乌克兰最终会选谁，就要看乌军要怎么打谁了。兴许2款最终都能获得也说不定。等战机口子打开以后，乌克兰或许会拥有第4种、第5种乃至更多型号的战机，就是培训有点太浪费时间。或许也正是如此，当时北约当初才将加强乌克兰防空力量的优先级高于援助战机，而且从如今 A50 接连被传造击落、损毁，俄军失去全天候空中预警能力的结果来看，明显是一个正确选择。根据公开数据，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俄军有9架 A50 系列预警机服役。2023年3月，乌军出动无人机对驻扎在白俄罗斯空军基地的俄军发动突袭，当时一架地面停放的 A50 预警机被损毁。然而今年1月，乌克兰空军宣称在亚速海上空击落了俄军一架 A50 预警机和一架伊尔22指挥机。到了前几天，乌克兰国防部通报称，乌军和国防部情报总局共同行动，于2月24日使用 S-200 远程防空导弹再次击落了一架在亚速海东岸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上空飞行的 A50U 大型预警机。由此推断，俄军可动用的 A50 预警机数量已经减少到7架甚至6架，俄罗斯将无法覆盖俄乌战场长达近1000公里的前线。因此，按照3-3制原则，俄军理论上至少需要3套共9架 A50， 并将其分布在南部、东部和北部，才能支撑起对俄乌战场前线的长期全天候监视。但现在乌军直接在战争中先后损毁和击落了至少3架 A50 预警机，相当于破坏了俄军单方向的整套空中监视体系，乌军就有机会对俄军进行远程打击。另外，瑞典入约对俄罗斯影响巨大，使其丧失了波罗的海出海口。用乌克兰媒体的话说，就是波罗的海成了北约湖，如有必要，北约完全可以封锁波罗的海。俄军的波罗的海舰队再想经丹麦和瑞典之间的鄂勒海峡进入北海、进入大西洋或北冰洋就难了。俄罗斯海军另一条路线进入大西洋的路线是黑海舰队，从黑海沿海的港口出发，经过土耳其海峡进入地中海，再跨越地中海，经过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的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但这条线路怎么看都和波罗的海舰队的路线一样，
被北约扼住喉咙，而且还是2次。除此之外，瑞典和芬兰一样，不仅加入到了北约中，还和美国签署了相关文件，允许美国在境内驻军。可以说，现在的北欧地区已彻底没有了俄罗斯立足之地了。为此，2024年2月26日，普京签署总统令，拆分西部军区，重建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并将北方舰队联合战略司令部并入列宁格勒军区，成为更加有震慑能力的军事基地。并且普京还批准此前占领的乌克兰地区加入到俄罗斯南部军区，以此应对来自乌克兰和北约的威胁。俄罗斯此前的军区划分有东南西北中几大军区，每个军区负责一个方向，其中东北中军区受到的军事威胁相对较小，大都是一些骚扰，不值一提，而西部和南部则是实打实的战场。其中南方军区面积虽然相对较小，总部也位于距离前线不远的顿河畔罗斯托夫，但由于距离前线较近，无论是对前线战况的反应，还是战斗命令的下达，都十分迅速。这在战机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往往是能改变战役的走向的。而西部军区就不一样了，西部军区的总部位于远离战场的圣彼得堡，离前线战场比莫斯科还远。虽然现在已是信息化战争时代，但空间上的距离仍然会造成在指挥过程中出现对战场态势的感知迟滞、命令下发延后和把握不住战机的情况。加上西部战区还要面对来自西北方向北欧诸国和北约的军事威胁，以及日常的军事骚扰，所以普京下令将西部军区拆分，恢复旧制，将工作细分以应对目前的局势。如重建的莫斯科军区，估计将负责管理包括夏诺夫哥罗德州、沃罗涅日州等俄乌边境区域。因此，从直线距离来看，莫斯科到沃罗涅日和夏比尔格罗德等地不到500公里。无论是军情、命令的传递可以更迅速，在行政流程上的优化对战时的俄罗斯非常有必要。而列宁格勒军区应该是专门用来应对来自芬兰、波罗的海3国、北极圈方向的北约威胁。不仅如此，普京还下令扩军，将在未来的3年时间里将武装部队的总人数扩充到150万人，尤其是加强跨兵种和空降突击部队的规模。虽然俄军已经做好了长期同乌克兰和北约对抗的准备，只是无论是重建军区还是扩充军队，火力军猜测俄罗斯的举措很可能会加剧东欧地区的军事对峙，如重建的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破坏军事平衡。在军区周边的国家肯定会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从而增加军费支出，增强军事力量和军事部署。像立陶宛、爱沙尼亚这些国家正在呼吁北约采取更猛烈的行动，阻止俄罗斯进一步威胁北约国家的集体安全。今后会如何发展，火力军会持续关注。好了，关于瑞典入约援助乌克兰鹰狮战机，让俄罗斯痛失波罗的海出海口，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